今天花了40块钱买了3根漂亮的排骨，我已经用淀粉清洗干净了。现在来腌制一下，加入1个蛋黄，少许生抽，1小勺盐，1勺淀粉，先给它抓匀。再来一点点花生油，给它锁住水分，腌制20分钟。趁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准备一些料头。这里有青红椒，我们给它切碎。除了青红椒之外呢，还准备了姜末、蒜末跟葱白。排骨腌入味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起锅热油炸排骨，油温6成热的时候放进来炸。大概炸个5-6分钟，我们用中小火来炸，把排骨呢炸到表面金黄，完全熟透了就可以夹出来。炸好了放一旁备用。然后我们再来重新起锅，把这个姜末跟蒜末先炒一下，炒到断生了之后呢，把其他倒进来，接着把排骨倒进来，然后撒一点椒盐粉，翻炒均匀，我们这一道特别香的椒盐排骨就做好啦。炒匀就可以出锅喽，吃起来特别香，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哦。我是小坏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哦。好多朋友想吃盐焗鸡，但是传统的盐焗鸡做法呢比较繁琐。今天我们来分享一款简易版的盐焗鸡做法，保证大家一看就会。先把这个鸡呢清洗干净。鸡洗好了之后呢，我们用开水给它烫一下表皮。烫过的鸡皮呢，它吃起来会更 Q 爽，而且这个鸡皮呢也会更紧致。捞出来沥干水。趁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准备一些配料。这个是黄栀子，在一般的中药店可以买得到的，这个可以让鸡的颜色更好看。把它敲碎。鸡沥干水了，我们来腌制一下，加入1把香菜头，1把姜丝，还有我们刚刚拍碎的黄栀子，再来1包盐焗鸡粉。这一包呢刚好可以焗1只鸡，还有一点点芝麻油。然后把盐焗鸡粉呢均匀的涂在鸡身上，把鸡里里外外都涂抹均匀，然后把这个香料呢塞到鸡肚子里面，腌制3个小时以上，这样才能够完全入味。鸡我们腌了3个小时，已经腌得很入味了，而且这个颜色也很好看。我们把这些腌料呢给它处理掉，找一个盆子装着，然后把鸡内脏也一起放进来蒸，水开大火蒸30分钟。时间到了可以关火，稍微放凉了之后就可以吃啦。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盐焗鸡呢，吃起来咸香入味，特别嫩滑，特别多汁，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哦。今天买了1块猪里脊肉，我们来做一款好吃的果汁猪扒。先把这个里脊肉呢给它切成厚片，大概5毫米的厚度就可以啦。切成片了之后呢，我们再用刀背给它拍松，然后反一个方向再拍一下。同样的方法呢，把背面也拍松一下，这样吃起来才嫩。拍松了这块里脊肉呢，会比原来这一块呢要大个1/3，然后我们再给它切成小块，大概1块切成3块就好了。里脊肉处理好了，我们来腌制一下，加入1个鸡蛋，少许盐，2勺淀粉，然后给它抓匀，多抓捏一会儿，抓到这个里脊肉起胶，特别粘手就好啦。腌制30分钟。趁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调一个酱汁，挤半个橙汁出来，再挤上3勺番茄酱，再来少许白醋增加酸味，1勺白糖增加甜味，再来1勺淀粉，还有小半碗清水，给它搅匀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来起锅热油，油温5成热的时候，把里脊肉放进来炸，用中小火，中间给它多翻一下面，炸到2面金黄就先捞出来。
炸成这样子，表面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来啦。锅里留一点底油，把我们的酱汁倒进来煮开，铲子搅动一下。煮开了之后，它就会变得特别浓稠。这个时候可以把我们的洋葱丝还有猪扒放进来，关火，快速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啦。这款果汁猪扒呢，吃起来酸甜开胃，特别香哦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。我是小坏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哦。今天我买了几个香梨，我们来做一款特别适合秋冬季节吃的甜品。香梨我们先来清洗干净。这个季节的香梨还挺贵，要8块钱一斤呢。洗干净了，我们把皮刨去。接着再把梨对半切开，把两头切去一点，再用勺子把梨心挖去。梨处理好了之后呢，我们放到砂锅里，再来加入一瓶28块钱买的82年的红酒，没过梨就可以啦。再加入4个丁香、1片桂皮、1个八角、1片香叶，还有2片柚子皮，再来40克冰糖。调大火煮开，转小火炖煮20分钟。雪梨炖煮了20分钟，我们就可以关火啦。这个时候的雪梨呢，它颜色呢还不是很好看，而且也不够入味。我们盖上盖子，给它焖1个晚上。放置了1个晚上，这个梨呢已经完全浸泡到了红酒的颜色，特别好看。我们现在把它夹出来摆盘。这道红酒梨呢吃起来特别好吃，口感酸甜，一点点酒精味都没有，小孩子都可以吃的哦。剩下红酒汁呢，我们给它收浓稠淋上来。这道特别美味的红酒梨就做好啦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哦。我是小坏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哦。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款牛肉炒饭。牛肉我们可以先给它切成薄片，横切牛羊，竖切鸡。这个牛肉呢，它是这样子竖着来的纹理，我们刀要横着切，这样切出来牛肉吃起来才嫩。今天买的这块牛肉呢，它还带一点雪花的，吃起来会更嫩。牛肉切好了，我们来腌一下，加入少许生抽，一点点比较浓的淀粉水，给它抓匀。抓匀了之后，再来一点点食用油，给它锁住水分。再次抓匀，腌制10分钟。然后我们再来准备几颗芥蓝，把它切碎。这个季节的芥蓝呢是最好吃的，特别嫩。切好了，先装起来备用。接着来把剩饭给它打散，等会比较好炒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起锅热油啦。先来炒牛肉。炒牛肉呢，一定要锅热一点再倒进来。快速翻炒一下，炒到牛肉变色就先铲出来。接着再来起锅热油，我们来炒鸡蛋。鸡蛋倒进去之后呢，用铲子快速给它翻动一下。把鸡蛋炒散了之后放一边，把芹菜放进来翻炒。青菜炒软了之后呢，把米饭放进来，然后把米饭打散。米饭炒到这种松散的状态呢，我们来加一点点盐调一下味。再来少许生抽，快速翻炒一下。接着加入牛肉，翻炒均匀，我们这道牛肉芥蓝炒饭就做好啦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哦。今天我们用陈皮还有鸡翅来做一款简单好吃的陈皮鸡翅。
这块陈皮我已经泡软了，我们来把这上面的这些白膜给它刮去。这层白软比较苦，我们一定要泡软了之后给它刮去。白软刮干净了之后呢，我们给它切成小块。鸡翅洗干净了，我们来腌一下，加入切小块的陈皮，少许白酒，一点点盐，给它抓匀，然后腌制30分钟，先给它腌个底味。鸡翅腌好了，我们来起锅热油，油要稍稍多一点点。锅烧了热一点，再把鸡翅放进来，稍稍晃动一下锅，煎出来才比较均匀。一面煎金黄了，就给它翻另外一面。把两面的煎金黄的，加入1碗清水，把腌制的陈皮放进来，再来调一下味，加入生抽、蚝油。给它搅匀，就差不多收干啦。我们来淋上一些蜂蜜，再用铲子推动一下，把汁收干。好啦，汁收干了就可以关火啦。这样做出来陈皮鸡翅呢，特别好吃，有浓郁的陈皮香，超级美味哦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。我是小坏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哦。今天我们用这个鸡胸肉还有豆腐来做一款好吃的鸡胸肉小饼。先把这个鸡胸肉来切成小块，切之前呢，先把这个筋膜给它剔去。切好了，把它放到绞肉机里，然后豆腐呢掰小块放进来，再加入一些洋葱，然后来调一下味，加入盐、黑胡椒粉、白糖，少许生抽，1个鸡蛋清，再来点点淀粉，最后再来一点食用油，然后盖上盖子，把它打成泥，也不用打得特别碎，然后再加一点点玉米粒。给它搅匀，搅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再用手给它团成一个圆饼。手上呢，我们可以抹一点点油，这样它就不会粘手了，表面可以做得很圆滑。团好就可以直接下锅煎。锅里油温不要太高的时候放下来煎。煎到这个鸡肉饼是侧边看起来有点点发白，就可以翻面了。翻了面之后，我们给它中间淋上一点点清水，盖上盖子焖一下。煎到水收干了，再来翻一下面。好了，我们的鸡肉小饼就可以出锅啦。很多宝妈经常会说早餐不知道给孩子吃什么，这一块鸡胸肉小饼呢，都特别推荐。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三明治，或者说是像我这样子做成一个汉堡包，挤上美味的沙拉酱，再放上一块芝士片，还有另外一片的面包，一份简单美味的汉堡就做好啦。这款鸡胸肉小饼呢，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些，放到冰箱冷冻，想吃的时候再加热就好啦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哦。好多朋友喜欢吃酸菜，但是平时的做法呢，要泡上10天半个月才有的吃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分享一款3天就有的吃的酸菜做法。先把这些青菜清洗干净，今天我用的是北油，也可以用其他青菜，春菜啊或者雪菜都可以，给它简单清洗一下就好，不要掰开，还是保留一整颗。接着我们煮开一锅水，把青菜放进来烫。大概烫个1到2分钟，把青菜稍稍烫软就可以啦。然后准备个无水无油的盆，把烫好的青菜呢放进来。烫青菜的水呢稍微放凉，等会再倒进来。把水倒进来，需要没过青菜，加入半碗白醋，再用个盘子把青菜压下去，让它完全泡在水里面，盖上一张保鲜膜。
把它封起来，泡个3天就可以吃啦。酸菜腌了3天了，已经可以吃啦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颜色，特别的金黄，味道也是很酸爽。拿几颗出来清洗干净。这个酸菜呢，我们一次不要做太多，做好一次吃个2、3天就可以了。酸菜洗干净了，我们给它切碎。接着我们来起锅热油，先把肉末煸香。把肉末的油煸出来之后，加入蒜末跟辣椒圈，再炒香。接着加入酸菜翻炒，然后来调一下味，加入一点点盐，少许生抽，一点点白糖，再翻炒一下。好啦，可以出锅。吃起来特别酸香开胃，自己做的吃起来也放心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哦。我是小坏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哦。